做出这些网站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码。今天带你一起来看怎么一步一步优化我们的网站。先来挑战将既有的网站重新拉皮制作。为了避免评论他人的网站，因此我请 AI 参考了各个年代的网站风格，先做了一版，也顺便带大家看看过去网站的特色。1995年到2000年的网站喜欢用 table 做槽状排版，利用 frame set 做分割画面，尤其是这些闪烁的图示和访客计数器，看着都很有年代感。接下来请 Cloudcode 直接重新设计这个网站。可以看到成果，随意的指令就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排版与色调调整，算是还蛮堪用的。2000年到2005年，喜欢利用一个 Flash 开场动画，并且搭配 iframe， 甚至还有需要 Flash Player 6.0 以上的提示。但这个阶段的排版仍然是靠 Table 居多，一样可以请 Cloudcode 重新设计网站。成果看起来很舒服，从排版到色调 ，Cloudcode 都可以一个指令直接完成。2005到2010年这个阶段 ，Flash 开始式微。纯 CSS 能做到更多效果，排版也有大革命，从 Table 改成 CSS Float。我们一样请 Cloudcode 重新设计网站，利用简单的蓝色作为主色调，并且将网站整体做排版的改造，整体看起来很舒服。2010到2014年，响应式革命到来，从固定的宽度变成会自动适应所有装置而调整 ，Framework 的时代也来临。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利用 Bootstrap 来做，让 Cloudcode 直接重新设计网站。可以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好像只换了颜色，所以代表我们的模型有很大的一部分学习了这个时期的资料。因此，如果不给它做一些调整的话，是没有办法变更好的。所以我们新增了一个 Impeccable 这个 skill， 它的目的是避免让 AI 一直做出很类似的风格。再一次，我们请 Cloudcode 利用这个 skill 重新帮我设计这个网站，可以再次看到成果，确实长得很不一样，但好看吗？不确定。不过我们学到了 skill 会影响 Cloudcode 的表现。2015到2018年，从原本的 jQuery 改成用 SPA 的形式来开发，而 Bootstrap 也不再是主流，也从扁平的设计渐渐变成利用阴影做到半扁平的设计。我们在这里装另一个 skill 叫做 Shed CNUI， 它不是传统的 Component Library， 是一组可复制贴上的 React 元件原始码，建立在 Redux UI 加 Tailwind CSS 之上。再来请 Cloudcode 参考这个 skill 重新设计网站，画面上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主要的改动更偏向使用不同的套件转换不同的框架而已。做到这里，我们学到了2件事：一，如果随意下一个 prompt 会做出2014年以前风格的网站；二，要透过 skill 的方式才能再优化网站的风格。前面我们都是针对旧的网站做重新拉皮，接下来我们要尝试看看做一个新的网站。而我们先来看成果：电商平台、点餐系统、音乐串流平台、旅游规划平台、医疗预约平台、聊天室、数据分析平台。这些网站都是利用 Shed CNUI 这个 skill 就可以做出来，有些完整度已经蛮高的，可以直接使用。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市面上常见的网站，千万不要从头来，直接请 AI 起一个底是最快的方式。前面尝试静态网站，那 Cloudcode 能够做有动画特效的网站吗？ Aurora 是一个评选全球最佳网页设计奖的网站，由业界的设计师和开发者评分，被视为网页设计的最高荣誉指标。我们挑几个网站来复刻看看。首先是第一个 don'tboreme.com， 这个网站主要是用 Lottie 和 Scroll Trigger 这个效果做出来的。其实要复刻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如果直接丢给 Cloudcode 很容易失败，尤其是这种带有动画特效的网站，像是这样，它会做出一个很像又有点不太像的一个网站。我参考了一些做法后，自制了一个工具，目标就是将图片元素下载下来，并且找到每个元素的定位以及 CSS。这是 clone 下来的结果，每个区块还是有点小差异，会需要再微调一下，就可以复刻出一个大概95%像的网站。但不能直接去抄袭别人的网站，必须做一些调整才行。例如将狗变成猫，把猫换成火箭，把火箭换成灯泡，后续再针对主题做客制化的调整，就会变成我们专属的网站。动画可以在 Lottie 这个网站找到，如果要自己画的话，可以用它专属的工具或套件，自己画也是没问题的。我们再尝试这个网站，它主要是用 Lottie 加上 3.js 做的，用一样的方法 clone 下来后，来尝试替换 3D 模型的部分。3D 模型其实是一个模型搭配一个材质渲染出来的，所以可以请 Gemini 生成别的包装的材质来做替换。来看成果，基本上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我们也尝试把饮料换成汉堡来试试看，效果感觉还不错。这个汉堡模型是用 Hype 3D 生成的，它可以上传很多张图片，让它生成 3D 模型，但效果可能需要抽卡
卡一下，不一定会很理想。说到这里可以发现，其实不需要去建立 3D 模型，因为用户并不会去真的转动它，而是一个固定的动作方式，因此用动画呈现也可以。举例来说，先把一个汉堡丢给一个图片生成模型，我这边是用 Google 的 Whisk， 然后给它一个炸裂的 prompt， 抽到一个喜欢的图片之后，把它丢到有首尾帧生成影片的 AI 服务。想要有免费小额度的试用的话，可以选择 Google 的 Flow， 把首帧设定为完整的汉堡，尾帧设定为炸裂的汉堡，再给它一个丝滑转场的 prompt， 可以得到一个影片。如果觉得效果不如预期或有点怪怪的，可以重新请 AI 调整 prompt 后再生成一次。影片完成后，可以用 EasyGIF 这个工具把影片转成图片之后，整包下载下来。再来把整个资料夹丢给 Cloudcode， 跟他说要套用 Scroll Trigger 这个特效，边往下滑边读取图片。可以看到成果，用户在滑动滚轮时，汉堡的特效也会一帧一帧的变化，就像汉堡的内馅炸出来一样，看起来美味可口。用同样的流程，你可以改成一棵树生长的过程，一本书有角色跑出来，投影机投影出生动的画面。冰箱打开后展示食物的新鲜，市区的街景从白天到黑夜，要怎么动，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个好的网站并不是单纯做很多动画特效就是好，而是要针对受众以及目标去量身定做。例如这个网站，这是一个工作室的网站，这个网站展现出他们在网页特效上的功力，而特效带来的代价就是效能不佳以及无障碍的操作可能比较低。我们尝试利用同样的内容做出3种不同面向的拆解：一、让客户来找你合作版；二、让人看懂你在干嘛版；三、最快看懂重点版。先来看第一版，主要沟通的逻辑是看到、信任、理解、行动，而 CTA 的点击率以及联络表单的完成率是我们最关注的指标。网站的架构设计成一个说服的漏斗 ，Hero 的区块会讲清楚价值 ，Trust Bar 会提高信任度 ，Project 的区块会呈现我曾经做过哪些案例，服务的区块会让客户知道我能做什么，流程的区块会降低客户的不知道怎么开始的门槛，奖项和证言会有数字的佐证，加客户真实的回馈来提高信任度，最后会有个 Call to Action 的 button。再来看第二版，第二版的逻辑是用叙事的方式来重新设计网站，因此网站会设计成很像一本杂志、一本书的形式。Hero 会呈现我们用程式说故事，可以和别的竞争对手做出差异化。第一章 Motion 展示我们的方法论，第二章 Craft 细节工艺搭配数据作为品质佐证，第三章 System展现系统思维，暗示长期价值不只是交付页面，而是可持续性的系统。第四章 Collaboration放一些客户的证言和 Trust Bar 来呈现信任度，最后是 Call to Action Button， 而且是用问句邀请而非按钮推销。整体需要追踪的指标是客户愿意花多少时间读完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去看点进去页面的人有几个，滑到最下面看完的又有几个，来看这样的设计是否符合当初的假设。来看最后一版。要做的事情是，如果我把这些装饰都拿掉，那品牌的价值还剩什么？所以资讯架构着重在最短路径 ，Hero 直接呈现价值主张 ，Trust Bar 呈现信任度，挑选3个精选作品，呈现简洁的服务列表，最后有一个 Call to Action。这个版本不用华丽的动画特效，而是设定最简单的 CSS 互动，更追求速度、效率、效能。因此追踪的指标是 Mobile Contact Conversion Rate， 因为用手机可能网络不稳定，耐心只有5秒，打得开网站能够联络到人成为重要的指标。看完了原版以及修改后的3种版本，你最喜欢哪一版呢？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做前端本来就是 Cloudcode 的守备范围，不过记得不要过度包装，过度追求动画特效，回归网站的本质才是更重要的。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见，拜拜。